第41課：牛頓的信仰與自然律。當最偉大的科學家跪下禱告，他在思考什麼？1936年，倫敦蘇富比舉辦了一場幾乎無人注目的拍賣會，就在同一條街上。Christie's 正在拍印象派畫作，人潮洶湧，而這邊要拍的是牛頓死後留下的幾百份私人手稿。劍橋大學嫌他們不夠科學，拒絕收藏，交由家屬拍賣。當天到場認真競標的只有2個人，一位是大經濟學家凱因斯，另一位是中東學者雅胡達。兩人把那批手稿幾乎一分為二，凱因斯拿了煉金術筆記，雅胡達拿走神學著作。當雅胡達翻開那些泛黃的紙張，他震驚了，這位近代科學之父花了多少時間研究聖經預言、但以理書、啟示錄，那些文字的分量遠超過他留下的所有物理公式。什麼？牛頓？那個讓我們知道為何蘋果會掉下來的理性大師，居然在研究聖經預言，而這並不是偶發事件。根據後來的研究指出，牛頓一生中至少有一半的時間不是在搞科學，而是在寫聖經注解、研究神學與禱告。他說過一句令人震撼的話：我只是把自己當成一個在海邊撿貝殼的孩子，對着真理的汪洋感到驚奇。科學沒有使他遠離信仰，相反的是讓他更敬畏那位創造一切的上帝。牛頓的真面目不只是理性之父，也是敬畏之人。我們大多在課本上只認識那個發現萬有引力、建立微積分、發展3大運動定律的牛頓，但牛頓自己卻說，最重要的不是他證明了世界如何運作，而是這一切的秩序不能只靠機械解釋。他顯出了一位智慧且有主權的神。他觀察星體運行的軌道，發現其精確到超乎想象。他研究光的折射現象，驚嘆於光的複雜與美麗。他寫下自然律的同時，心中卻從未將神排除於方程式之外。在牛頓眼中，自然律本身就是神的語言，是上帝運行宇宙的方式。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覺得科學與信仰是敵人呢？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問題，因為最早建立現代科學的人幾乎都是虔誠的信徒。哥白尼相信神是宇宙的中心，加上哲學與數學上對均數圓周運動的堅持，因此他敢顛覆地心說。開普勒說，我研究天文是為了思考神的心意。巴斯德，細菌學之父說，我越研究自然，就越對造物主的工作感到驚嘆。但後來啟蒙運動將理性提到最高地位，唯物主義漸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旋律，認為只要是不能被測量、不能被重複驗證的，就不算真理。這導致信仰被邊緣化、被誤解、被當成情感慰藉、舊時代的迷信。但我們忘了，科學問的是怎麼運作，信仰問的是為什麼存在。這兩者不是衝突，而是層次不同的對話。台灣一位從台大電機系畢業，在矽谷工作的資深 AI 工程師，年薪破100萬美金，負責的是一個自駕車核心運算模組。有次訪談，他被問到，你每天研究的是最尖端的科技，會覺得信耶穌很不理性嗎？他笑了笑說，我每天工作都在思考怎麼讓 AI 理解世界，但我更驚訝的是，這個世界本身的秩序從哪來？他說，每次開發新演算法，他都會被迫問自己，
為什麼這個宇宙可以被數學公式描述？為什麼光速、質量、引力常數這些數字剛剛好能讓生命存在？他說，我覺得不是我寫程式，是這個世界本身就有一個神級工程師早就設計好了。然後他補了一句令人動容的話，我敬畏那位讓宇宙可以運算的神，但我愛的是那位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。科學讓他尊重邏輯，信仰讓他得着意義。自然律與創造者，誰制定了這些規則？當我們讀牛頓的自然定律，發現宇宙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有規律可循，但這些規律是怎麼來的？是偶然出現的嗎？有人說，自然律像是機器的操作說明書，但這說明書是誰寫的呢？如果宇宙從無中生有，那是誰制定了光速的極限？為什麼重力不是強一點或弱一點，而是剛好維持星系穩定呢？如果一切都只是混亂的粒子碰撞，怎麼會出現這麼精密的數學結構？牛頓認為，宇宙的和諧秩序並不是混亂的偶然，而是智能創造的結果。他說，自然律本身不是神，但自然律指向神。如同詩篇所說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他的手段。詩篇19篇1節。從敬科學到敬上帝，真正懂科學的人不一定是無神論者，有時他們反而是最謙卑的信徒。因為當你看見宇宙的浩瀚，會發現人類所知的其實極其有限。當你深入研究分子結構、基因排列、宇宙常數，你會驚訝於其中的智慧。你越走進自然律，就越接近那位賦予律法的創造主。牛頓沒因為發現自然律而驕傲，他反而更謙卑地說，沒有神的主權，我寫的公式不過是一串無意義的符號。結語，讓我們既敬科學也敬神。科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世界，但信仰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在這個世界的位置。牛頓用他的科學影響了世界，用他的信仰敬拜了創造世界的主。他是理性的巨人，也是謙卑的信徒。當我們今天在追求科技、效率、進步的同時，也許該停下來問一個更深的問題：我所發現的這一切，有沒有可能是那位神早已為我們預備的驚嘆號呢？